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是有福气了啊！你们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这个活动。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精美的礼品，这个里面呢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去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何28岁，来自辽宁网管；小董24岁，来自山东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一起2年了，他嘴上说爱我，但却一直在欺骗我。我这么相信他，为什么他这么对我呀？他老是上纲上线，那我确实答应他的事儿没有做到，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什么迫不得已？我看都是借口。他一天到晚给我画大饼，这饼我真的吃够了。哦，一个在画饼，一个吃够了，还有一个说你一直在骗我，但是那个人不承认。2年的恋爱怎么就谈成这样了？感觉这段恋爱当中好像全都是不满和抱怨啊。我们是2022年8月份认识的嘛，当时我是专升本考完试，就是去济南做了个兼职，是车展的那个安检工作，然后他是那里的督导嘛，他的长相是我喜欢的类型嘛，然后我就对他有一些好感。就是当时嘛，他是来我们这兼职，然后中午就是在我们休息室唱歌，我就看他也唱很好听啊，然后也是我就是喜欢的类型，我就通过同事加了他的联系方式。他加上我联系方式之后，就约我出去玩嘛，还给我介绍了就是下一次车展的兼职嘛。在那一次车展兼职的最后一天，他就给我表白了。当时我其实心里还挺高兴的嘛，但是就是有一个顾虑，因为他一直是在济南这边工作嘛，然后我马上就要去青岛上学了。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我也不希望一谈恋爱就异地了。我跟他说了之后，他拍着胸脯向我保证，就说绝对不会跟我异地恋的，就我去哪儿他就陪我去哪儿。那我当时确实是陪你去青岛了呀，我也没食言啊。你陪我去就待了1个星期，你就走了呀？当时我也没办法呀，你考那学校离青岛那么偏，那工作都不行，那我怎么待呀？那我都快没有钱了，我好说歹说跟你说，那我先回去吧，我先挣点钱，我再回来找你，不是吗？那我知道我学校附近没有什么好工作，我是不是也给你找了？那我在学校的那餐饮店，还有那个打印店，不都给你问了吗？然后我把联系方式都给你了，我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老板跟我说，他们现在只要校内学生，不要我一个校外人员，我怎么去啊？啊，我不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吗？那我周围我那个舍友们，他们的那个男朋友都是学校的学生，没课的时候还能陪他们出去玩，那我很孤单呀。他就是这个承诺他做不到，他为什么要答应我呢？那我后来不是第2学期又回青岛市里找你了吗？不是一直陪着你吗？现在都在青岛了，对吗？现在是在无锡。现在又去无锡了。对啊，就反正现在2个人异地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对吧？异地是解决了呀，但是他后面的事儿更糟糕，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前女友，他说的跟他断的特别干净，就是把他联系方式什么的全删掉了。结果我当时在上学嘛，然后他说他在青岛市里找了个工作，我当时中午给他发信息，然后一直到下午他也没回我，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到了9点多的时候，突然我看他电话打过来了，我一接，这个女的在说话，就说她是他的女朋友，在一起6年多了，说他俩之间还有一个孩子，而且他还说他现在济南喝醉酒了，在他旁边睡着呢。那个孩子是我之前跟前女友养的一只小泰迪，养了好几年了，哪来的孩子？真行！哎呦，我的天！不是你什么在旁边喝多了睡着了，这什么情况？那天中午放假，同事约我喝酒了，那喝一半，那我同事把我那个前女友给叫过来了。那你前女友她都来了，你还跟她喝酒呢？你怎么不找个理由
走了呀？那当时不是我同事叫他过来的吗？那我能驳我同事的面子吗？来，我核实几个信息。第一，你和你前女友是相处了6年分的手吗？其实也没有6年，就3、4年，中间就是空了很长时间嘛。第二点，你前女友来这件事儿，你提前知道吗？这个我真不知道，是我同事叫过来的。那你同事为什么要把你的前女友叫过来？你同事知道你现在有女朋友吗？就是我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我同事是不知道的。然后所以在你同事面前，你是隐瞒了你现在这个女朋友的存在，对吧？啊，对。所以你同事把你前女友叫过来，有何用意？当时他好像想再撮合我俩复合吧。重点来了，关键还有一点。怎么你喝多了，你现任女朋友打过来电话，你前任会拿起手机就接？是他前任打给现任的。对，我那个手机的问题是我中午喝多了，然后手机好像不知道是摔地下卡摔掉了，还是他给抠走了，我没在意。就是我喝完酒是直接让我同事给我叫个车回那个同事家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手机卡没有信号，这卡没了。我立马不是就去营业厅补办一张卡嘛，然后给他打回电话。我的天，你意思是说你前女友偷了你的卡，给你现女友打电话？这我不是说偷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捡走了还是他抠出来的。所以呢，接下来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解释，怎么去面对你的女朋友呢？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对呀，那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的前女友。我当时不跟你说了吗？我知道他给你打电话之后，我立马订了张回青岛的车票，我回去找你，不是回哄你去了吗？结果咱俩一到了车站，有一个女的就冲过来骂我是狐狸精。我是狐狸精吗？你觉得我是狐狸精吗？别动手啊！那我看他冲过来，我不是立马去制止他了吗？也就是说，你前女友一直在尾随你是吗？这个我不清楚。没有那么简单，你不清楚啊！我不相信一个分手了1、2年的人还能够冲到火车站骂你现任，还能打电话。对，而且那么巧，你藏着天大的秘密。我俩刚出来，他前女友就冲过来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肯定是他告诉他前女友的呀。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最后我就是冲出去制服我前女友嘛，我说让他走，然后不是我俩去派出所调解去了。从派出所出来嘛，我就赶紧回去哄他。然后他还给我写了个保证书，我现在把这个保证书我都带在身边了。3条，然后第1条永远不跟前女友联系，第2条保证不会让前女友骚扰我，然后第3条是永远爱我。这3条有1条你现在实现了吗？怎么没做到？不都做到吗？有1条你第1条就一直没有做到。我当时放假了，他给我订好了酒店，就说要陪我。然后当时我们俩正在那个酒店聊天呢，然后突然有人在那敲门，然后我就开了门，然后没有人嘛。然后后来，然后又有人在那敲门，我就让他出去看看。对啊，我当时不就出去看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吗？你那是过了一会儿吗？你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才回来，我都看见你了，别装了，那就是你前女友。我就在那窗户那儿看到你俩了，还在那搂搂抱抱呢。你别瞎说啊，别瞎说。我当时就是拍了拍他后背。不是，等会你为什么要拍他后背啊？哎呦，姑娘呀！重点是他前女友为什么来酒店找他？对，你俩为什么还在酒店啊？哎呦，我的天！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那个酒店房间的呢？没有，我就跟他住酒店那天，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上面有定位。既然你说不再跟前女友联系，为啥没有直接删除？我当时我确实是删除了，我当着他面删的。但我发朋友圈嘛，那可能我其他朋友看见了，给他截的图。那我你其他朋友是哪些朋友会给他截图，还跟他联系呢？是不是你上次喝酒的那个朋友啊？你那同事还想撺掇着他跟你复合呢？既然你都拉黑删除了，为什么你的朋友还要把你到酒店的截屏发给你前女友？你的朋友在想什么？前女友跟我那个同事关系好，然后就是说老问我的去向在哪里，那他来我也拦不住他呀，是不是？你那个手机上我都看到你跟你前女友还在那联系呢。他俩聊什么了？因为什么联系？聊的那他俩狗的事儿，他给他买什么玩具，还给他发什么截图。这只狗是你们2个人以前一起养的是吗？对，养了好几年。最后这个狗的监护权给了谁？给了前女友。
给了前女友是吧？再说他虽然他那个记录上面写的是监护权给了前女友，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也养那么多年，我对他也那么有感情。你需要探视是吗？就是去看看他呀。去看看是吗？哦，所以因为要去看狗，就跟前女友有一定的链接，对吗？哎，老师们，我那次过生日，他本来说好了跟我就是吃大餐嘛，给我订好了一个餐厅，他让我先自己去，他们晚上才给我发消息说他不来了，我从中午等到晚上，那个餐厅他都打烊了，然后后来他才说是他那个狗，他的狗生病，他去看他那个狗了。不是，当时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前女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小狗误吞东西了，说当时挺紧急的。结果我去宠物医院一看，其实是也就我前女友给他打疫苗，没有他说那么严重。那我都想，你前女友这不就是故意的吗？他知道是我生日，他就说他的狗生病了，实际上就是个打疫苗的事儿嘛，他自己去不了啊。你生日是哪天？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都知道。对呀，你说这不是你跟他说的，是谁？他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些呀？那他怎么知道的呢？那我给他庆生日不是发朋友圈吗？他们都也都能看见。你的朋友圈又被他看见了，是吧？他怎么就那么巧啊？又被他那个朋友看到，又转给天天能看到啊他。哎，你那个总是帮你截图的朋友，你没警告过他吗？没提醒过他不要做这种事儿吗？我跟他说过了。你朋友也不把你的话往心里去。我说你那个朋友，我早就让你把他跟他断了，你还在那跟他联系。而且像这种狗狗如果生病啊，狗狗比如说要吃什么狗粮啊之类的，一般这个不都得付抚养费吗？对吧？需要。哦，还真需要哈。每个月付多少钱的抚养费啊？就1000。每个月固定1000吗？固定1000。那每个月探视几次呢？一个月可能十几次吧，肯定有。一个月10几次，你别瞎说啊，顶多半个月一次。这个泰迪每个月的抚养费要1000块钱那么多啊？你是给狗还是给人啊？对呀，泰迪不大呀。是不大。你是不是偷你说给狗的抚养费，实际上是给你前女友花钱的？那我就是给他转1000，那雨姐他自己花眼能怎么了？再说了，你还因为这个事儿把我卡了，你不知道吗？哎，不是你这前女友，你俩是为啥分手的？我俩听着过着多好呀，又有狗，又给钱呢。我俩是因为那个父母那边不让。哦，不是你俩感情不好，哦，父母给你们拆散了的呀？你俩是不是都准备奔着结婚去了呀？那时候小，不是太，还没考虑那方面。你跟你前女友是彼此的初恋吗？是。你们刚才一上来说，现在你们就在无锡一起生活是吗？对。是我现在被他骗到无锡来了。我本来打算毕了业之后就在老家那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结果他就说江浙沪那边发展好，机会多，他已经给我无锡那边找好了工作了。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了嘛，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去了呀。你找什么破工作呀？有吗？那项目黄了呀，那我怎么办？那我不是为了补救，我又给你找了好几份工作让你去看吗？你找的那几份工作是什么工作呀？那一个月就干不了几次，而且一点也不稳定啊。那个活多好啊，就陪人去旅游啊，给他们照个相就行了。我就是喜欢稳定一点的工作呀。我本科毕业又不找个5险1金的呀，比你说的那个强多了呀。所以现在你是勉强跟他在无锡待着是吗？对呀，我就想回老家了，他就一直拒绝我，他不让我回去啊。而且后来我才知道，他前女友也在这儿呢，也在无锡那儿呢。什么？哇！发现他前女友在无锡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就想回家了，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吗？小何，你是因为他在无锡，所以你跟到了无锡去吗？是吧？因为他当时把狗也带到无锡了嘛。那把什么？狗。所以你是为了追随你的狗儿子到了无锡是吗？人家离婚。你好深情啊！人家离了婚有孩子都没你这么扯不清，你一狗扯不清成这样。也就是说，你们2个人从开始交往到现在相处2年的过程当中，这个前女友就一直存在于你们2个人的世界当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好，那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了啊。接下来，在小片当中。你们2个人还说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就说画大饼这个事儿，你给人家画什么大饼了？他当时说的，我本科毕了业就马上娶我呀，我都毕业大半年了，他一句表示都没有。
而且我想去见见叔叔阿姨啊，你一直就拒绝我呀。我当时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俩在无锡生活，我每天上班，下班那房间乱什么样啊？那我下班回家连口热乎饭我都吃不上啊！那我不回来，我还得先做饭，再收拾家吗？那我要是把你这样式带到我家，那我妈不得生气啊？那我不是我家里的小公主啊！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怎么做过家务，我去了那我就得伺候你吗？我爸妈还想见见你呢。然后我一直问你，你也不去啊？你不看咱俩现在这个生活状态，那咱俩有啥呀？一无所有。那我还不想有点经济基础，带点礼物去见你爸妈吗？那我现在这样我去见算啥呀？小何，你要娶她吗？要。那你要娶你前女友吗？不娶。狗怎么办？狗不见了。你要嫁你面前的这个男生吗？我现在觉得他一点承诺都没有做到，我不太想嫁了。姑娘，你还喜欢这个男生吗？我喜欢他。你喜欢啥呀？他做饭挺好吃的，他每天都给我做饭，打扫家务也是他。他对前女友这么做吗？这个我不清楚。他现在还给前女友转1000块钱，那多情深意重啊！没有了，已经不转了，老师已经不转了。不转多久了？刚停2个月吧。所以嘛，分手了3年，还在履行着他曾经的承诺，是不是特感人？就是因为他一直跟他前女友有联系，这个事儿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才想来这个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待会儿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什么意见啊？就是前女友阴魂不散，到底是该走下去还是该分手？我们先问问今天一样来求助的丁先生和刘女士。我觉得女孩子吧，是一定要自己是有个好工作，自己自强自立，不要什么都靠着男方。你看那男孩子，我也听了哈，你说他跟那个女朋友藕断丝连的，哎，就因为一个狗，就借这个机会呢，还跟他联系，而且还给他打钱。那证明啥呢？证明他心里肯定还有他。那所以说呢，你说女孩吧，你就不要觉得老是离着他就活不了的样子，你知道不？你自己把自己就强大起来了，你自己找个好工作，自己好好生活，将来那优秀的小男孩不有都是吗？我觉得男孩吧，还是比较年轻。年轻。哎，这要是你姑娘怎么办呀？要是我姑娘，我肯定不会让她在一起。那咱接下来听听老师们给什么样的意见。姑娘，我觉得先给你一个提示啊，就是你担心的东西，它就是存在的。上一段的那段感情，首先是初恋，谈了那么久，最后不是说这段感情破裂了，而是因为一些外来的阻力，不得已而中途放弃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啊，都有那种对于没有完成的事情是有一点执念的。这个执念是什么？我总想完成它，但是完成的方式不一样。他可能不会和那个女孩子结婚，但是藕断丝连这个情况是会存在的。因为是你的初恋嘛，我特别能够理解你，恨不得天天黏在一块儿啊，黏在一起的爱情肯定走不远的。如果你但凡想要长久的话，首先必须要各自独立。你现在放弃了你的独立，你相信了他的承诺，你不觉得你对他的那个承诺，你单方面投入的那个相信的动力是什么吗？其实你就想在一起，你到最后不管你怎么作，你总会心软，你总会退一步，你那个心软就是在纵容他，你在告诉他你的底线是可以不断的被突破的，你总能再忍他。为什么？因为你舍不得他。但凡在此刻碰着了一个很有底线的女孩的话，她都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其实她今天这个样是你惯出来的，但是你是不是还要在这样的一段关系当中继续让自己就单纯的为了我想和你在一起黏在一起，而把你未来大好的人生都放下了，我不独立了，那你就只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你把现在自己弄得很像一个怨妇，你把自己的目光每天都锁定在他身上。只有当你真正独立的能力很好了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反过头来珍惜你。所以如果真的为了这段关系长久考虑的话，你的独立是前提。姑娘，我想跟你说啊，你们3个人彼此吸引，是因为你们3个是同类人，你们都是优柔寡断的逃避者，你们逃避经营爱情的责任。我先说一下，姑娘，你千万记好了，如果接下来你要选择的是一个恋爱且结婚的对象，那你一定要看的是
他的性格是不是我能接受的，他的处事风格，特别是恋爱关系当中遇到问题的解决能力，是不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幸福的。如果这些他都做不到，你再爱一个人，你再喜欢一个人，你都要分开。你们两个但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一点，说这段关系太乱了，我不要了，你们早分开了。怎么可能你才跟他谈恋爱3个月，这还是你的初恋，你都因为他的前女友打到你面前了，你还说好吧，我还要跟你在一起，我还相信你给我画大饼。因为你们太像了，像到你们把生活都要愿意一起搞乱，包括前女友也一样。所以我说这么多，我唯一希望姑娘你自己清醒，你要考虑的是，我未来要选一个能够让我内心踏实的爱人。那这个爱人具备的最大的一个能力是遇到问题不再逃避了，不再用狗来作为一个过去感情的一个联系者。所以我可以武断说一下，你的男朋友他没有办法达到说未来不见他的前女友或者不见他的狗，因为他还不够独立，他只是暂时为了这段关系他忍了。男生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姑娘如果你清楚你想要的，那你就要坚定的做一个决断，我再爱一个人，我再喜欢他，可是我要的是幸福，我也要放手，我宁愿痛，我也不愿意让自己持续痛下去。你谁都不爱，无论是你的前女友还是你的现女友，你爱的只是你自己。我既要前女友，我又要狗儿子，我还要现女友，因为现女友比前女友漂亮啊，因为现女友可能会赢得你爸妈的同意，但是前女友我又放不下呀，所以我都要。但整件事情里面最让人生气的是你的女朋友。姑娘，这个男人还依然和那个羞辱你的女人在一起，你还没有走，你还跟着他去无锡，还指望他帮你找工作，还口口声声手心朝上的要工作，你的自尊心呢？你曾经从砖辛辛苦苦升本那个努力的样子呢？你把这些都撕得粉碎，什么都不要了。你也不喜欢他，你也不爱他，你爱的是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我能赢的那个感觉。你赢了谁？你赢了这个男人，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男朋友，我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而你作为他的前女友，你只是他的前女友。我不管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联系，我不管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还会见面，我甚至都不管你是不是给他转账，我要的就是你还是我的。所以你爱他吗？你一点都不爱他。我觉得这就是一场闹剧，尽快结束吧，耽误了你们彼此的青春和时间，而且把自己最丑陋的样子展现在彼此面前，真的很可悲。就像沙娜老师说的，你赢了他，他不是2个月没和前女友联系了吗？你算赢了哈，但你知道输了啥吗？输了你自己的人生啊，输了你自己的生活啊。你完全裹挟在这样一个刺激、一个闹剧的漩涡当中，你有过自我吗？其实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模式啊，非常简单。你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吗？不管是前女友还是你，他要的就是刺激。他喜欢看着女人为了我死去活来，打来打去，在火车站人越多越爽啊，看着2个女生争我抢我呀。他但凡爱你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出现，他但凡有一点情谊，想顾及一下前女友曾经的情分，他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知道一个人格健全的男人啊，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和前女友情感至深，家长不同意，我决然分手。好，情谊还在，但是他会放在心底。如果前女友真出什么天大的事儿，我会跟现女友说，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有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帮她？我觉得这个还能凑合说得通。他是瞒着你去跟那边纠缠不清，刺激对方，让他为了现女友你发疯，你俩都是受害者。这个男人值得吗？他心里是没有别人的。所以我建议你们赶紧分开，去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平气和、彼此滋养的人去爱。我觉得你们俩这就是狗血剧，男生很累，一直在装。男生其实你把控不了这段感情的，就如同你把控不了上一段感情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干干净净的结束，
你休想一个清清白白的开始。如果你真爱的是前任，请你对得起他。如果现任真的是爱你，请你自己有良心，你主动的躲开，不要欺骗。这个狗血剧是连续的，这边前任一定是钉子户，前任连续剧，现任一定是画饼，不停的去画饼维持现状。因为你的现任有2点特点：第一，你一直在自欺欺人，你真的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男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真的在听到那个女人扑上来说你是一个狐狸精的时候，你心里那点自尊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真相吗？你知道，他的手段并不高明，是你在自己骗自己，这是最要命的。第二，你心中有个炸弹，那就是情绪，你很难把控自己的情绪，你不稳定，你点火就着，但你总是抓不到重点和关键，你搞得自己很累，你们俩都很累。所以我想给你一个建议，那个保证书留着有意义吗？擦眼泪都觉得硬啊，不如撕了它，因为它一文不值。幸好还年轻，还有试错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坐在那儿好好想一想啊，待会儿要不要出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丁先生60岁，来自辽宁退休；刘女士55岁，来自辽宁退休。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现在退休了，却越来越过不到一块儿了。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往女人堆里扎，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他老是疑神疑鬼，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不是他想的那样，但他就是不相信我，我能怎么办？他现在啊是处处跟我作对，我看这日子啊是过不下去了。他就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就一点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我真的跟他沟通不了。这好像是很多退了休的夫妻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家都说什么啊，过不到一块儿去了，过不到一块儿去。你们感觉总结了一个问题，就是沟通不了，过不到一块儿，是不是啊？对，是这样，对吧？那咱说说吧，这些退了休之后，怎么这变化这么大呢？现在我就觉得他啥呢？心里现在就根本就没有我了。他现在呢，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玩，他就愿意出去跟别人在一起玩。我以前一直是陪他玩，就是陪他玩的时候吧，他老磨叽我，脾气暴，跟我大喊大叫，所以吧，有时候我就寻思出去躲一躲。你躲啥呀？你躲呀！你现在关键你跟他玩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女的呀。都玩啥项目啊？羽毛球了，羽毛球、乒乓球这些类的，都是女搭档是吗？不是，就是女的比较多一些。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呀？大概3-7吧。你跟着他一起去打球不就完了吗？对啊，他不跟我打呀。一会儿说，哎我不行啊，我胳膊疼了，我腿也疼了，我还以为他真的是这样呗。然后有一次呢，我去公园吧，他先去的，完我后去的，我就是离老远我就看见他哈，就在羽毛球场地。和一个女的在那打的热火朝天的啊，他一会儿上去扣杀，一会儿就趴地下去捡球去了，那根本就看不着他，就是又胳膊疼腿疼的样子。那个女的吧，打球特别专业，我愿意跟她玩，打有来有回的。哦，其实我觉得一起运动这事儿倒是没啥，反正都在公园大庭广众之下的。而且的确，我觉得打球有来有回舒服。对，那你说你是慢慢带着我一点点，我不也练，我不也熟练了吗？水平不也上来了吗？我觉得重点不在这儿。是有很多人吧，他们是借着运动这样的一个名号，运动完了，搞个什么小团建呀，什么之类的，对吧？对，他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才生气呢。啊，你说从那之后不久哈，他们就把他们那在一起呢组织了一个群，而且呢，他不让我去加入去，说什么呢？里边都不让家属加入。他呢完事呢，30多个人，就将近能有1多半都是女的。然后呢，他们就借此机会哈，隔三差五的就去聚会去。公园里本来就是女的多，男的少。那您太太也在公园里锻炼，为啥群里她不能加进去呢？我爱人吧，身体不太好，就是运动量特别大的呀，她参加不了。我怕她累。你像我们的运动，轮滑、登山，她根本就去不了。
我就寻思让他做做乒乓球运动，轻微的不挺好吗？我是为他着想。不是，就加个群，把他一起拉到群里面，大家都是年纪相仿的，都退了休了，那凭什么你的家属不能加入呢？他就怕就是夫妻去了，他们就是聊天不方便呗。你这微信里，你说你们男女在一起聊，你要真要聊一些就锻炼身体的内容，你说我那可以接受。哎，他们在一起聊啥呢？让我看到了，说的，哎，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在一起生气了，这两个女的在一起因为谁又吃醋了。他们那些人老八卦，我从来都不参加。您没有发现他跟谁有私聊的情况哈？暂时我倒是没发现。他就是多心，只是有个男的也打球，那他咋不说呢？就跟女的打球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对呀，那我看他不舒服，那你就把这群就解散就完事了呗。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的你把这群解散了，你要玩咱俩出去一起玩不挺好吗？不，大姐，那你为什么不能跟男的打球去啊？他呢也还不愿意我跟别人打球呢。虽然说我打球吧，跟女的打球，但是我是真打球，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也真打球啊？他打球，我是这么回事吗？我不相信别的男的。就更过分的是啥呢？哈，还有一个驴友群，他们背个包完出去登山，我要去呢，他说啥？说那太辛苦了，那登山你说你的体力也跟不上趟呗。我还以为里面那都是男同志呗，后来被我发现啥呢？那里头还有女的。更可气的是什么呢？哈，还是哎这边有2个女的，这边就2个男的，这边3个男就3个女的，他们是配对去的。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你说他不是他说呀，那次吧是个特殊例外，本来确定是3男7女，然后呢那几个女的呢家里有事儿了就来不了了，那都定好了就去呗。那你去你们晚上怎么在一起睡的？那3男在一个帐篷，3女在一个帐篷。而且那有宾馆吧，他们不去住去，就住在那帐篷里。说是为了什么体验那大自然的风景。主要是他去之前没跟你说是3男3女。对，就这个事儿，我就是特别生气。他要告诉你这3男3女，你还让去吗？我不可能让他去啊。那如果3男7女，你让他去吗？哎，那可以。你要如果一群人去，那我可以理解。你就这么配对去的，那我肯定是生气。您是怎么知道的呢？他后来他是说走嘴了，他跟我说的，这是这件事儿哈。那还有呢，他那朋友吧，朋友家里那老人走了，他们去参加葬礼就去帮忙去。那我也可以理解，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嘛，对吧？那你说帮忙完事儿以后你就回来得了呗。他们呢，男的女的凑在一起，又去喝酒去了。朋友都是多少年没见了，然后聚会一下子，喝酒，唱歌，很正常，不是他想那样事儿。他就以为什么呢？你跟他们谁谁谁有联系，跟谁谁谁有关系。我这喝多了，你就是狡辩。喝多了偷偷看我手机，手机上有啥呀？他那天喝了醉醺醺的回来以后，他就倒在那沙发上睡着了。他那手机在旁边就不停的在响哈，我就是顺手拿起来看一眼。哎，那里头有同学拍到他和那个有个女的在一起，就搂在一起就跳舞的视频，而且特别亲密，那脸呢几乎都贴到一起去了。那个有一个女的吧是单身。然后那天他喝多了，可能心情不好呗，跳舞的时候吧，就可能近了一点。我那一直推他，你没看着吗？他跟谁都是那样的，不是说单独跟我。他心情不好，大家都理解他。那我心情不好理解呀？那我心情不好，你理解我了吗？不是，我心情好啊，就贴脸跳舞，这你们还能理解？他总贴了我也推开他了。而且呢，我看那里那女的长得哈，你说要比我年轻，比我好看也行。我看他长得那比我还磕碜呢，你看真的比我还磕碜。这说重点了吧？岁数比你大，还比你年轻，你有啥吃醋的？不光是这些方面事儿，就是生活当中也是。现在自从打退休以后，也是跟我俩就处处作对，看着我哪儿都不好，也是。咋不满意了？对你？你比如说吧，就是咱俩，你说这出去逛街吧，你说本来就是挺开心的事儿，你说逛街一天多累呀？你说，我寻思咱俩找个干净的小饭店吃点饭，回家得了呗。他那就不，哎，非得要回家吃，说什么外边的不干净不卫生。怎么回事呢？哈，我在跟他相恋一直到退休之前吧，他没退休，家务活我全承包，什么活我都干，拖地呀，什么刷碗的，做饭做菜全我干。我因为啥呢？我60岁我退休了，是不是也该享受一下子？你说那回到家以后哈，他就跑那沙发旁边就刷手机去了，那饭呢菜人都是我做。我做完了以后，我就喊他过来吃饭来，他装傻搁那种推三阻四的不过来。就因为他磨叽，吃饭的时候我不愿跟他在一起吃。这么多年不就是这样吗？我以前他不这样，从相恋一直到他退休之前，他不这样的。那以前你也不这样啊？我出门
将近半个多月，他一个电话都不打。现在可倒好，他退休以后，哎呀，觉得特黏你是吧？哎呀，看着我都闹心了，压力老大了。我为啥看着你？因为你对我的态度不好。你就说刚才说吃饭的事儿吧，我左喊他右喊他不来，上来说这饭呢菜怎么都凉了呢？这不挑事儿吗？你说。所以现在饭都是您做吗？基本都是我做。那家务活呢？那家务活我那个退休之前呢，大部分都是他干。所以退休前是不是你被宠成了小公主？哄了30多年，要不然能这么年轻吗？所以现在退了休之后的家务活，你承担起来了吗？基本上都是我在干。你说是退休了，咱说的话，原来如果我要睡不着的话，我再过这个点我肯定是睡不着觉了。你就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要是11点喊睡觉，他搁那边喊饿；我12点喊睡觉，他也在喊饿。晚上睡觉之前靠在床上舒服，吃点小食品，这样能睡着。时困嘛，大家都明白。那你吃那些东西什么东西？你吃点软的东西也行。他专门吃那些就小饼干，可脆的东西。而且哈，哎呀，我在旁边躺着就吃那塑料，就这么声音，我跟他眯着。完，然后以后那床上吃的哈，全都是渣子。他扑了以后哈，吃饱喝足了，呼呼睡觉，我还能睡着吗？我就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而且现在啥？你看我睡不好觉吧，这血压就升高了。现在天天就在吃药，现在就没办法，就是我在觉得他发出噪音，我就跑另一个屋去睡去。你要跑那另一个屋说，他又说啥了？咱们俩才这么大年龄就开始分居了，你看他说的话气不气人？本来就是的嘛。老师们也能看出来，我一直喜欢他，心里一直是喜欢他。你现在光是嘴上再说还心疼我啥？在行动上他根本就没表现出来。一直关心你，你关心我，你只看到我的缺点毛病，就看不到我的好处。那这样，您说说，您这个从退休了之后，你喜欢他，关心他，你就说2件事儿。你比如他一感冒发烧啥的吧，我也陪着他，哄他，就是床前床后的。给他煮那个姜汤啊，煮了点什么好吃的东西。第二件就是，睡觉的时候，早上醒了嘛，醒了以后，我老是安抚他嘛，亲一下额头来，说这话有点不好意思。就哄哄他，对吧？对，亲亲抱抱，举不动高高了。不，可是他刚刚说他更年期，在他更年期的时候，您怎么照顾他的？现在我也想通了，躲也躲不了。你躲着他还是伤心骂你，你像别人你躺床看手机，喊2声没听着，那你说那你哑巴了，喊着我的心。我为啥那么喊呢？那是因为我喊你，你不回应我，我才这么喊的。哎，你俩一起出去玩呗，就别在这个自己生活的城市，出去玩多好啊！玩可能换个地方就好了。你说这个，我寻思啊，买个车出去玩去呗哈，都退休了。有一次我们俩去三亚，你都不知道他有多任性啊。玩着玩着呢，走散了之后呢，想给你打个电话呗，不打，就得我打呗。我一个电话接个电话打，不接，我就来回跑了1个多小时啊，给找到了。见面就给我一顿臭骂，旁边一群人骂您啥呀？什么难听什么玩意儿。我为什么骂你啊？哎，我跟各位老师说一下啊，你说2口子出去旅游，是不是咱俩一起走啊？他呢，在我前面能有100米、200米远啊。
他根本就不跟我在一起走。我在后边，你说我紧赶不敢撵他，然后呢，他到前面呢又拍这个景又拍那景，他不怎么跟我拍照片啊。您为啥不拍他呀？他给我拍，这我讲，他给我拍，我是没有那么高啊，没有那1.8米大长腿，那你也不能够拍那1.2米小个那形象去啊，把我拍的那个镜头就几乎到外边了，专门拍那花，你知道他拍那你做的再好，他也不会满意。你年轻的时候拍过他吗？年轻时候拍啊。那会儿拍的好吗？那时候拍的好。现在胖了吧？就不上你相。别老说人家胖，这怎么回事，大哥？对呀，我姐胖多好看呀！所以他才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玩，愿意跟外边的女人在一起玩。最可气的是啥呢？哈，他抽烟这件事儿啊，他抽烟吧，你说他抽了这么老些年烟了，几十年的烟了，我说我要立即让他戒了，那是不可能。你说我也是能理解哈。那你说你一天你是不是应该少抽点烟呢？啊，现在以前2包，现在都3天1包。我没感觉到啊。哎，以前没退休的时候，你管他抽烟这事儿吗？以前的年轻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淡淡的那个烟草味道。现在是啥呢？浑身都是臭味儿，那烟臭味儿，那我能受得了吗？你说，我说你就一天我说你少抽点儿，早晨阳台抽1根烟，饭前饭后1根烟，而且睡觉之前还1根烟。这些烟不说哈，我说的是啰嗦了，时间长了，他嫌我磨叽呀，他就上那楼下以后哈，他一气儿抽2根，当着你面抽不对，躲着你面抽还不对，那咋办呢？他躲着我面抽，他一气儿续好几根烟呢，那旁边那邻居都看着我，告诉我了。那别的女人从来不这么说。那不行，那抽烟呢？我觉得抽烟的对他身体肯定是不好。那别的女人从来不管这些。对，那是老对呀，所以他说外面所以人家外面女的人跟玩的一起开心呀。对，所以他跟我现在玩不到一起去。所以今儿主要是刘女士想来的是吧？对，是来了以后就让我们一起修理她。修理她。如果一旦修理狠了，就给你俩搅和散了，行吗？那不行，咱换个人行吗？那不行，换个那个浑身是香水味儿的，没有臭味儿的，然后换一个就把您还当公主的，然后换一个不跟其他那个女士有任何接触的，就眼里全是你的，怎么样？那不行，因为啥？他这方面毛病吧是有，但是是原则上的那个问题吧，我没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的是让你们就是。他就怎么样听进别人的意见，让各位老师就是针对这方面吧，就好好说他一样，就别往散了搅和，人还得要呢，这老伴儿啊。行，我们领会到您的意思了。好嘞，我们待会儿尽力而为啊。来，咱们先问一下小何和小董，要是你们爸妈的话，这咋办？咋劝劝呀？我觉得，叔叔应该跟那个异性保持点距离吧，就是多陪陪阿姨吧，就是多关心关心她。小何呢？那我肯定跟阿姨说，那个能看出来叔叔很爱你，但是吧，阿姨你跟叔叔说话语气带刺儿太多了，你越带刺儿，叔叔越容易叛逆。希望就是你把跟叔叔说的语气再温柔一些，然后把他拽回来。这就当你们的孩子们跟你们说的话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哥大姐，我觉得就是你们俩今天在台上这个表现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这事儿呢，你们俩还不能这么干，因为呢，你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现在你应该正在更年期。刚才我们一直集中在说你可能会血压不太好啊，睡眠不太好啊，觉得是生理指标上的一些表现。但其实更年期在情绪上，比如说猜忌呀、多疑呀、焦虑呀、暴躁啊，这都是更年期的表现。退休其实会让人有一点点空巢感，他其实是很想和更多的人有一点深度的连接的，但是他和你有连接呢，你们俩现在对不上，你有情绪，所以他就到人群当中去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啊，组织群呐。他之所以不把你带到那个群里，其实就是害怕你的，比如说猜忌呀，或者说你的愤怒啊，一定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影响。就我觉得大姐你感情太专一了，我说你的那个专一就专一在，因为我留意到在整个的这个讲述里，你单独出去找你朋友玩的时候，你有自己的那几个很好的同学一起平时相处吗？现在很少，现在家里吧就是亲人特别少。朋友呢？朋友呢？现在我就是不在那个本地住了，就上外地住，都上外地去，所以说根本都不怎么联系了。只有你表现出自己
真正需要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掉眼泪，因为他现在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没有可以共同去欢乐或者共同去发牢骚的这样的人了，他又恰巧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只有你，所以你再把你所有的社交都屏蔽了，所有地方都不让他参与，那你说，你再怎么不惹他，他已经被你孤立在你的生活之外了。所以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你应该做到的其实就是陪伴，敞开式的陪伴。一定要过这个特殊的阶段，后面才会越来越好，不然从现在开始就是滑梯的最顶端，开始一路往下走。你们两个都老了，我觉得老到你们都开始嫌弃对方，嫌弃自己，因为你们两个都接受不了我老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在不断的找证明自己没有老，但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衰老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会很难受，难受到我们没有办法跟另一半相处，也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我觉得大哥，我先说你吧，球场满地跑未必真魅力，你满山跑找存在感，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生命价值到了这个衰退期，所以你就想在这些异性的姐姐们也好，妹妹们也好，阿姨们也好，在他们身上找一找你退休过后真正的一些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你永远找不到，因为都是空的，跟老伴儿在一块儿还踏实一点儿。所以其实你想找的东西，外面永远找不着的。大姐也是一样的，更年期谁都有，更年期就是不好受。但是如果你更年期越不接受自己，我怎么开始老了呢？我身体为什么发福了呢？你接受不了，你更年期身体内分泌紊乱，导致了所有身体的变化。大哥说你一句话，你就觉得跟扎针一样难受了。以前大哥肯定说你哟，你看你又长了2斤肉，你会觉得咋了？我又长肉咋了？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他说一句话，你就觉得你嫌弃我，你觉得我老了，你觉得我不好看了。所以真的是因为他那句话刺到你吗？不一定，可能就是你自己接受不了吗？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你们不接受老，我们就会被老所打败了。所以接受自己就是有变化，且接受对方也是有变化的时候，然后去欣赏变化的对方，才是你们真正把你们接下来的生活过好的一个根本。如果你们接受不了，你们就被生活彻底打败了。其实说实话，我满眼都是羡慕，真的。对，55、60到这个年纪，然后你的老公还能当着我的天呐，这节目播1万观众看啊，这么多的人面说我还喜欢他，多少人这几个字他说不出口啊。然后也说一直把您当公主宠，现在为什么？现在因为不知道怎么宠了，脾气变了，以前的那些招都不好使了，他变得特别的无力，所以他开始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一面退休了，本来价值感就缺失，另外一面我老婆我都哄不好了，价值感更缺失。不管怎么样，他是个男人，他需要认同，所以他在寻找这份认同。他为什么是那个群的群主啊？因为那么多人都认同他。其实我为什么说是羡慕的感觉和幸福的味道，是因为我的父母的年纪正好比你们都稍微大一些，正好他们2个人最近在经历小别离。我妈最近因为我姨姨生病了，在北京全程照顾我姨姨，他们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分开了有1个月的时间。我每天看着我爸一天4、5个视频电话打，虽然打过来电话俩人手机一搁那儿谁也不说啥，然后可能就是问问我怎么样，我姨怎么样什么，但是就那么打着。我说你俩不嫌浪费手机电吗？我爸每天都在问我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妈烦都烦死了，虽然每天都在骂着我爸，你看看我一走饭也不做了啊，这个衣服也不洗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但是我能感受到的是2个人对彼此深深的惦念。所以我觉得你俩可以试试，找一个理由分开一段时间，再见面的时候什么烟味儿啊，什么臭味儿啊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就能感受到彼此对彼此的重要，因为天天在一起，没有分开的时间，你们可能就忽略了你在我心中的那个分量。当一旦有距离产生的时候，你们就能看见彼此对彼此的重要。大哥。你们快夕阳黑了，因为彼此虽然心里面有对方，但那是亲人，但你们的眼里已经没有对方了，爱人碍眼了。大姐啊，其实刚才我跟严老师在说呀，我说怎么都55了才更年期呀？这其实已经算一个什么证明？您的机能比一般人都强，您还年轻，对吗？所以说，其实年轻就要有年轻的心态。但您心不太年轻，因为不自信了嘛，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如人家了嘛，所以会觉得哎，那个老太太各方面都不如我，但是我老公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志同道合，理解啊，因为他们能玩到一起啊。其实你是羡慕他，为什么我老公有那么多的人脉？为什么我老公退休之后退而不休，马上就有一个青春的第二战场，可以跟人去生龙活虎的去锻炼。和您在一起呢，浑身骨头都散架，巨大的一个失落。但问题是你应该向他学习，而不是制约，把自己调整好了，他自然就回来了，他眼里自然就有你。大哥呀，我们是要去找年轻存在感，是能够那些异性给我们一些这种自信，但是你也知道，他们只是一时，他们可能只能陪了那个热闹，但真正我们需要温馨、需要安全的事还是他，对吗？多回来吧，眼里多看看他，好不好？有时候心里的话也需要嘴说出来。也谢谢二位啊！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们2组嘉宾呢，咱们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小何和小董还真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答案了。好啦，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吧。3、2、1，请开门。走了吧？应该要走吧？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的。来吧，送上掌声。希望他们2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结婚35年的这对夫妻。好了，一起开门看答案，请开门。
今天来这，就是体会很大啊，尤其是几位老师他对我提的意见我回去一定改，群也删了，让人回去肯定要记得。其实大哥呀，我不建议您删那个群，您是群主删了那些人怎么办？你应该把大姐拉到那个群里一起玩嘛，一起享受快乐。对不对？你要删了才说明有问题的。好啦，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有，这个拥抱就有温度的。哎呦，慢点儿！哎呦，哇，这身体锻炼的是挺好啊。老婆美吗？老美了。胖吗？不胖。这真是宠成小公主了。哎呀，真好！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你们。这大姐可真幸福啊，被宠一辈子，真不像55的。对，一辈子的小公主啊，真的是。即使步入漫长的婚姻，爱情依然存在。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